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 P。前不久我说小次郎收服过所有宝可梦，那么今天就来讲一下他的老婆不对，武藏收服过了所有宝可梦吧。注意大蛇尾就不算了，当时武藏收服他就为了让呆呆兽进化的，后来呆呆兽确实进化了，但大蛇背也就永远回不来了。阿伯怪在武印第2集中登场，那时候他还是阿伯蛇，他参与破坏了长白社宝可梦中心，后来在皮神爆发的强力电击下，他和火箭队一起被打飞，这是他第一次被皮神制裁，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。之后他在关都、橘子群岛、城陆地区频繁出现，目的就是为了打败皮神，然后帮武藏抓住他，可是从未成功过。虽然实力并不强，但似乎阿伯怪对一些小型宝可梦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存在，这一点在武印60集中就有过体现。他以1级之力与华山道馆的众多水系宝可梦作战，并且丝毫不落下风，反倒是水系宝可梦们被阿伯怪逼入水族箱的角落。说到阿伯怪，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能都觉得有些可怕，但我反而觉得有些可爱呢。在武印前期，他更是说出了这世上没有坏的宝可梦，只有坏的训练家这样的至理名言，一度让喵喵怀疑人生啊。之后跟小次郎双塔瓦斯一样被武藏放生了，之后再也没有登场过。希望他能在森林里和他的小伙伴们过上平静的生活吧。大舌头初次在武印51集中登场，他一来吃掉武藏摆的零食，又是被懊恼的武藏丢球就直接收服了。不得不说这个过程还真是简单粗暴。大舌头实力不算很强，但是能力却非常的恶心。在同一集中，他和小霞对战，用舌头把小智皮神、妙牙种子和小刚的6尾全部舔到失去战斗能力，但后期就没这 bug 了。大舌头性格刻画的不是很明显，但是看得出他蛮喜欢武藏的，他会用舌头舔武藏的脸以示友好，但是武藏似乎不太能接受这个表达方式呢。在武印147集中，武藏意外的撞到了交换机器，把装有大舌头精灵球和阿德的果然翁互换了。虽然果神确实很好，但谁有想过大舌头的心情呢？果然翁起码知道自己要被交换了，而大舌头却莫名其妙的换了主人。果然翁加入火箭队纯属意外。在武印147集中，他武藏大舌头交换，武藏当时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宝可梦发生了变化。在小智对战中，他发现大石头已经变成了果然翁。果然的性格很憨厚，他总会在火箭队说话的时候自己从精灵球里跳出来。一开始武藏觉得很头疼，甚至有些讨厌果然翁，但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。后来才发现果然翁的反拳和镜面反射能力非常强大，于是更加接受果然翁。关于果然翁封神的3人战斗，我之前也说过，虽然他不会主动攻击，但常常能反弹一些强烈的攻击。在 XY63集中，他反弹了猎人超铁暴龙的全力一击。在剧场版光能超魔神不怕中，他使用镜面反射把冥王的影子球给反弹了回去，这些都是他战斗力强悍的体现。不过有时候他的绝招也会失灵，当对方攻击特别快，比如 AG 第6集中的班迪拉，日月114集里面的究极异兽，或者绝招持续性过长的，比如日月131集里在阿罗拉联盟上对决好坏些，这都会导致果然翁被击败。因此也不能说果然翁是无敌的。果然翁看上去虽然憨憨的，但是非常聪明，他不仅能配合武藏进行华丽大赛的演出，甚至有时候能够假扮人类，并且还掌握了做泡芙、驾驶汽车等高难度的技术。果然翁最有趣的一次还在 AG 104集中，为了封印巨大的念力图偶，果然翁、武藏、小奥和喵喵都扮成姿色各异的女性。有意思的是，只有果然翁的变装意外的符合念力图偶的审美，原因是她的打扮像极了制作念力图偶的巫女。当时果然翁可惨了，被捉了3条大街，直到念力图偶被封印才得救。另外值得一提是，果然翁是除了喵喵之外，在火箭队身边戏份最多的了，只有在 BW 篇章因为火箭队转型的问题留在总部，可能是因为带着有趣的果然翁就无法高能了吧。后来可能是因为粉丝的强烈要求，他在 BW 结尾又再次加入了火箭队，可见果然翁的人气之高。目前果然翁在舰队还是跟着火箭队，这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毒粉蝶在1季14集中，武藏在一棵悬崖边的树上收服了当时还是刺尾虫他在 AG 24集中进化成了盾甲姐，
而武藏当时并不知道刺猬虫最终会进化成2种不同的宝可梦。在1季28集中，武藏看见小妖的刺猬虫最终进化成狩猎凤蝶了，所以他也急于让自己的进化。最后虽然成功进化了，但是却进化成了毒粉蝶。我武藏却意外的觉得毒粉蝶也很可爱。毒粉蝶大多数出场都是在华尔大赛上，他在第一批60集中为武藏赢得了12地区的第1条断带。不过很快在第一批72集里，他和一只异色的毒粉蝶一见钟情，但他却舍不得离开武藏，于是有些犹豫不决。武藏知道这点，同时也为了不让毒粉蝶步自己的后尘，错过自己的初恋，于是狠心将毒粉蝶的精灵球踩碎，让其安心离开。之后毒粉蝶也再也没有在动画中跟抢过了。5. 饭食蛇。饭食蛇初次登场于 A 季第8集，它不仅凶猛而且狡猾，刚出场就抢走小妖火之鸡的食物，之后利用黑雾不仅将小智的宝可梦困住，还打伤小智木手钩。武藏收服饭食蛇的过程非常有趣，其实武藏打算设置陷阱，可没想到饭食蛇多次完美躲过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当饭食蛇不小心弄断了武藏心爱的长发后，暴怒之下武藏分分钟让他怀疑人生。饭食蛇的战斗力在武藏队伍中还算是比较厉害的，他的黑雾能掩护火箭队逃跑，毒尾的威力也很强大，重用过许多宝可梦，比如小刚不良蛙 A 季19集中巨大沙拉头里也曾经被这招打败过。另外饭食蛇也常常参加武藏华莱大赛，在比赛中获取分数的主要手段往往就是击败敌人。在第一批篇章结束后，饭食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，有可能它被放在火箭队总部了。6. 梅卡养马。在第一批79集中，还是养马的他登场了，一位叫大神的训练家将他打伤，结果却被武藏抢先收服。之后他被武藏送到板木那里，于是退回来了。这一件事退回来了不久后，养马就进化了。梅卡养马的性格刻画的不是很明显，他参与武藏华大赛，也经常在捕捉皮神时候被派出来战斗。最大特点可能就是他是雌性的吧。7. 轻飘飘。它是武藏在 BWN 篇章中开始使用的宝可梦，动画中并没有说明收服的时间和地点，因为 BW 中火箭的3人组戏份都很少，因此这些宝可梦个性几乎都没有什么体现，大多数都是作为捕获小智皮神的工具人。8. 滚滚蝙蝠。在 BW 第2集中，武藏收服了洞窟中的一只滚滚蝙蝠，但是动画里并没有交代这个过程。在合众地区，滚滚蝙蝠常常被派出战斗，其他信息不明。在 BW 最后，他和轻飘飘一起被交给了板木。9. 南瓜怪人。在 XY 11集中，武藏在通过竹林的途中被地下钻出了南瓜精绊倒，于是武藏偷一个精灵球就收服到了他。据武藏所说，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宝可梦，在自己发烧的时候他会精心照顾自己，并且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他会给自己送上一个蛋糕。在 XY 81集中，因为其个体特殊的尺寸被南瓜精王子看中，于是武藏拿他和大佐蛙交换，这让南瓜精非常不爽，和武藏闹了矛盾。而交换之后，南瓜精进化成了南瓜怪人。这时候南瓜精王子因为不喜欢他进化后的样子，于是武藏就让其换了回来。不过真正和武藏一，当时武藏已经非常后悔了。另外南瓜怪人还和武藏一起搭档参加了3冠卫星赛，并取得高阶赛4强的好成绩。同样的，在 XY 结束后，他被放在了火箭队总部。10. 迷你 Q。 在日月第3集，迷你 Q 出现，不知为何他对皮神有很深的怨念，只要见到皮神就要上去对战，并且实力也非常强，有时候连皮神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在日月第4集，武藏使用了珍贵的豪华球才收服到了迷你 Q， 但迷你 Q 还是不听话，除了面对皮神，其他敌人他都毫无干劲。迷你 Q 和其他个体一样，本体有着非常恐怖的怨念，喵喵一度被其迷惑，魂魄也差点被勾走，并且他常常会说一些恐怖的话，这让喵喵都不敢翻译。另外迷你 Q 非常爱惜自己的画皮，在日月38集中，迷你 Q 的画皮破掉了，武藏带其去服装店进行变装，并从黑鸭鸭手中夺回了画皮并修补完毕，这让他非常感动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便开始听武藏的话了。阿塞罗拉在日月73集里
送给了火箭队迷你 Q 的专属贼，但他们并不知道贼招式的姿势，而迷你 Q 自己却知道，这就非常神奇了。迷你 Q 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，他曾经就抱走过霸主宝可梦拉达和小拉达，帮助火箭队打到恶贼，在阿罗拉联盟预选赛上直接秒杀皮卡拉的皮卡丘。不过面对无敌的川竹熊，他还是很听话的。在日月大结局中，他与皮神进行了最后一战之后，因为在海中看到自己的样子，于是顿时丧失了战斗意志。面月安慰他说，憎恨到最后是没有意义的，不如记忆起来。于是迷你 Q 才开始和川竹熊和好爱心和睦相处，乖乖的在阿罗拉等着火箭队的再次回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武藏所有的宝可梦了。不难看出，怪物和迷你 Q 绝对是这其中最强的两只了。那么你们最喜欢谁呢？